各位观众，等了这么久 ，Spotify 终于开放 Apple Watch 下载离线音乐了。我们今天呢，就一起来看一下如何使用吧。在本频道创立没多久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有做过一支影片，主题就是比较每一个音乐串流软体，他们在 Apple Watch 下载音乐的时候好不好用啊的评比之类的。然后那个时候呢 ，Spotify 是完全没有这个功能的，所以我有做的像是 Apple Music 啊，或者 KKBOX， 我觉得都还蛮好用的。但是那个时候我其实非常失望 ，Spotify 没有开放这个功能，因为我本身是 Spotify 的死忠用户。那如果各位不知道的话呢，其实苹果跟 Spotify 他们处的一直非常不好，就是他们一直在为 App Store 的利润有一些官司啊，或者是纷争。不然，其实在智慧型手表上面下载音乐 ，Spotify 早就已经开放给其他家的手表了。那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个下载到 Apple Watch 的功能呢，其实并不是全面开放的，它是陆续开放给全球各地的用户。那在台湾的部分呢，7月初开始就陆续有人收到这个通知。那这个通知我会贴在荧幕上面，就是你收到这个通知之后，你要去开启这个功能，你才能使用。那我也是昨天才收到这个通知的，所以大家可以密切注意一下你的 Spotify 有没有跳出这个通知。那我们现在呢，直接来看一下要如何使用吧。那 Spotify 上面有写说，就是 Apple Watch 上面大概可以下载10个小时长的音乐内容，因为其实 Apple Watch 它的储存空间好像不一定是固定的。那如果你的机型有更多储存空间的话，就可以下载更多的音乐。然后呢，这个下载的方式呢是以播放清单为单位下载的。然后每一个播放清单呢，最多只能下载50首歌，所以它是没有办法下载单曲的。如果你想要下载1首歌的话，你也要把它加入播放清单才能下载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来看一下要怎样下载吧。首先呢，打开你的 Spotify。然后呢，去找到你想要加入 Apple Watch 的播放清单，例如说，我想要加入这个测试的播放清单。然后呢，进来之后，按一下这边这个3个点点，这边点下去，然后它就会出现这个下载至 Apple Watch， 这边有一个下载至 Apple Watch， 点下去。然后下面呢就出现了一个说明，它上面写说，如果你要看下载的进度的话，你就要到 Apple Watch 上面前往 Spotify， 然后会有一个下载项目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Apple Watch， 然后我们打开 Spotify 的 App。那我自己是把它放在桌面啊，如果你是进到这个 App 的画面的话，你就去找 Spotify， 在这里。点下去之后呢，出现这个播放的画面，然后我们就滑到最左边这边呢，有一个下载项目，我们点进去，它就会出现这个正在下载的画面。其实有非常多人就已经说过，它下载的速度没有很快。那我现在实测下来，也的确真的是还蛮慢的。所以如果你要下载的话，真的要给它一点时间。然后我有看到有网友说，如果你想要让它快一点的话，你就要把蓝牙关起来。真的有用。各位，如果你想要让你的这个下载速度加快的话，你一定要把你手机的蓝牙关起来，它才会用 WiFi 传输。所以这个网友提供的方法是真的有用的，就是你今天要用 Spotify 下载音乐到你的 Apple Watch 上面的话，你在传输的时候，你要把手机的这个蓝牙关起来，它就会传得非常的快。那这个原理呢，应该是因为 iPhone 跟 Apple Watch 它们连接本来就有这个 WiFi 跟蓝牙的方式嘛，那它可能预设传输的方式就是使用蓝牙，所以你把蓝牙关起来的话，它就会强制使用 WiFi 来传输音乐。然后也要注意一下，它最多只能下载50首，所以如果你的播放清单有非常多首的话，就是50首以后的歌曲可能就没有办法下载到。那下载完之后呢，以后你就可以直接用 Apple Watch 来播放音乐，就不用带着手机了。这样子真的超级方便的，因为像是要去运动啊，或者跑步之类的，就不想带手机。那之后你只要带着 AirPods 还有这个 Apple Watch， 你就可以去运动了。那如果你的手机里面还没有这个功能的话，也不要担心，因为他们接下来呢会陆续开放给所有的使用者，所以可以密切注意一下你的 Spotify 有没有跳出通知哦。那我们今天这个下载的实测就到这边，希望有帮助到大家。另外呢，你有没有下载成功，或者是你的下载速度如何，记得在留言区跟我一起分享哦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我是苹果妹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